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把投影的行为呢，把它扩大到我们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范畴里头，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子空间这样嘿。那我们就来开始定义哈 ，projection on a subspace。这个因为量子空间里面是很麻烦嘿，就是也不是麻烦的，就是它很严密，非常漂亮，所以这个东西向量的变化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哈。就这里一样哈，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向量空间，我有一个向量空间，好，这是我的向量空间 V， 那我有一个子空间 U， 有没有？那 U 里面的话怎么样？有一组基底，这个 D 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写 D 嘿，那里面呢，就是说，它总共有 M 个向量在里头，有没有 ？M 个向量在里头这样嘿。那记得因为这个细节我就不再去推就是说这个本身一定是要个正交基底，一定要正交基底这样，也就是说是这个子空间的正交基底。那好，那任意的一个向量在空间中的任意一个向量，这个 V 是怎样 ？V 是属于这一个向量空间里面的任意一个向量，它要投影到这个子空间去，怎么投影？就是针对它的基底，每一个基底怎样依序的把它投影进去，再把它加起来就是我们的投影向量这样嘿。那这个是有几何的一个概念这样好，所以那这个几何概念，可是为什么这样定义呢？为什么这么定义我就画了一个示意图给各位看，就是说很明显的，好，这个图有时候不好画这个是我自己慢慢画出来的图漂不漂亮？我来想办法解釋一下就是说，首先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U 子空间这样嘿。好，那这个是在好，换一个颜色在随便的这个 V 空间里面一个向量。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的投影向量，有没有看到？是我投影向量这样嘿。那好了，红色这个什么向量？红色这个向量就是怎样？我们认为它是垂直的向量这样嘿。那我怎么知道它会垂直？要去检查一下所以这个有几何观念之后呢，你必须要再用代数的方法去证它一下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随便的这个投影到这一个子空间里面的话，跟它垂直，那跟它垂直很明显就是说我随便任意跟它投影的这个向量要跟重新讲一遍，就是说跟这个 U 子空间里面的任何的一个向量垂直，因为我们从以前的观念只知道说两个向量正交就是向量跟向量的内积，可是现在把它扩大到成是要跟谁垂直？要跟一个子空间垂直，所以又把它定义成是这个向量跟子空间的每一个基底做这一个投影再把它加起来这样嘿，所以我们就必须检查这些，注意这个看起来是小小的细节，就是说我要检查是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个 U 属于 U 是不是每一个都会跟它垂直？那我就画了一个图给各位看，这个红色的向量也可以拉到这边来，有没有？那跟这个空间里面的每一个向量是不是垂直？我就画了一个垂直符号在这里，有没有？这个不好表现几何上不好表现这样。好，那没关系，我就用代数慢慢证给各位看。好，这是我的向量，我跟它呢，我就把公式带进来了，有没有？那这个的话很明显，因为它是属于哪里？它是属于 U， 那 U 的话是由谁编织出来的 ？U1、U2 点有没有？到 UM 编织出来的，所以呢，它可以表成这个的线性组合，没问题啦。好啦，我就把它展开啦，咻，有没有？我这个看到这个图，很多同学就开始头痛了这是你的训练，这是2个 for 回圈而已，2个 for loop。那我上次跟你讲过说，有一年我们带队去参加这个到匈牙利参加这个国际电脑比赛，有没有？那高中生很厉害，我们看那个考古题，前一届的俄罗斯的那个得到冠军的代表，他写了9个回圈去解决某一个问题，这样好，这样才2个回圈而已所以我就把这个式子写开，把它写开，有没有？我把它做一次分配有没有？就是说没有问题就是说我再仔细写一下同学就可以缓和一下就是说他跟他分配，他跟他分配有没有？好，就得到我们这2个式子。那难在后面那一排，后面这一排就按照我们的公式把它带一遍。那后面的人拉出来要怎么办？要一个共2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式，这个打字都是我自己慢慢打的，有时候不小心那个下标会打错哈，这个你们再帮我 check 一下哈，帮我 check 一下嘿，因为我在打的时候就还是非常注意这样嘿。好，然后呢，因为它本身什么？它本身所以刚刚讲 orthogonal 很重要，有没有 orthogonal 非常重要，在空间结构里面，尤其你看玩那个量子在旋的时候你可以看北极南极那个旋的时候，就它只有什么就会上下旋或垂直的旋这样嘿。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空间结构里面的那些特殊的行为这样嘿，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I 要等于 J 的时候才可能怎样，才可能会不等于0，那其他都会等于0嘿，所以就得到我们就精简成这个式子出来，你们可以看到就等于说我的 I 要等于 J 嘛，所以 J 的里面就要等于 I， 就得这个数解非常简单，那简单的这个式子你就可以把它简化，没有把它简化一下就得到最后得到我们这个结果，没有得到我们这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那再把它带进去，再把它带回去，第二分量，又得到这个结果，就等于0，还不错。细节上看起来是有点小麻烦，但是你能够完全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就是你的一个能量你的能量嘿。好，那这样的话没问题。那这一些东西最被常用的就是说很多在研究这个空间结构的同学或者很多课本的同学学很多课本。它都太偏重代数偏重代数，所以我现在想办法就把更多几何出现，让各位更清楚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ax 等于 b 有没有？在前面我有大略讲过，说这个叫系数矩阵，好，那这个叫做 coefficient， 好，系数矩阵有没有 ？matrix， 好，那这个我们叫什么？这个我们叫 unknown vector， 那这个我们叫什么？这个叫做 constant vector， 嘿，我在上面就会仔细写嘿。那以前这个在线性代数里面就会解决很多问题，就是说我要判断它是否有解就是说我们先看到这里有没有？这个我在前面讲过说，判断这个是否有解，就是说这个B 必须是属于这个 CSPA， 就是说必须是在系数矩阵的这一个column space 里面，就是说它的 column 这个再记得一下就是说这是我的 column， 那我的 column 没有？那 column 本身是个向量，那由这些 column 所编织出来的空间叫什么 CSP 叫 column space，column space 这样嘿，也就是说当这个 x 有解的时候呢 ，B 必须是属于这个 CSPA 里头这样嘿，那这个空间结构非常漂亮。我记得上次我有讲过一次那这个地方就要特别再把这边彰显给各位同学知道它的一个几何性这样。可是，在做很多工程的问题的时候，发现大的系统常常无解就是当你发现你把一个建筑物什么乱七八糟弄出这个 unknown 的话怎么样 ？unknown 既然怎么样？既然有100维有没有？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这个可能是多少这个很庞大的一个系数矩阵在那边嘿。那可是我要求一个近似解要求个近似解，有没有看出来？那我们的近似解很明显就是把这个 B， 因为 B 现在不在什么？不在这个 CSPA 里头，因为它才会无解嘛。没关系，我就把它投影到哪边去？投影到这个 CSPA， 得到 B0嘿，有没有？那我来解什么样？我来解这个，我来解这个式子，我来解这个式子。那这为什么是最佳解？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就不再另辟篇幅，因为另辟篇幅就教的太 linear algebra， 因为那个要再讲那边可能还要花1个小时以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这边的范畴。那我现在的范畴就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几何概念：当它无解的时候，就把常数向量投影到怎么样这个 column space 里头去那得到那个，然后再用那个投影像，那投影像一定已经在 CSPA 里头了嘛？再用它来当做常数矩阵来解它，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用几何概念给你你就很容易把这些观念记起来嘿。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就这样嘿，我刚刚讲过了，我来解这个式子，解这个式子有没有看到所以那解这个式子的时候就没问题了嘛？这个已经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嘛？有没有？所以它怎么样？它属于什么样？属于 CSPA， 所以一定有解。一定有解一定有解。那这个解呢是最佳解，是最佳解这样好，我们就举个例子来看一看。
我就随便造了一个哈，好，我就随便造了一个，这是我乱造的，我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嘿，所以我就，但是算出来可以代表它的意思，因为太简单了哈，没有什么太大挑战。那我就造一个什么，造一个常数的向量这样哈。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解。那无解，我要找它的这一个最佳近似解哈。那这个是我们标准的什么标准的这个联立方程组哈，它叫做线性系统。把它展开以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刷刷得到这一个没有？有没有看到？那刷刷得到这一个有没有？好，那再刷刷哦，比一比得到这个，那这个除以表一看，这两个就已经产生矛盾了嘛？所以很明显看到它就怎么样？它是无解啊，无解嘿。我就故意举个例子，因为这个在解工程的时候，他们那个是很庞大，非常庞大，大到一塌糊涂哦。那近似解嘿，所以常常工程就会不会有问题？不知道哈，这个他们用近似解来解开那个哈，那应该大概有某些这个 tolerant 哈，那个可以忍受这样嘿。那所以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 in addition there does not exist， 就是说刚刚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常数嘛？那这是我的 column。那我要看看，我要检查，我要 checking 它到底属不属于这样。所以我现在再把那个几何观念讲给你们听，因为我要 checking 有没有 checking 这个 B 到底属不属于怎样，属不属于这个 CSPA， 我再检查这个事实。那你发现呢，根本不存在嘛？也就是说，你可以发现呢 does not exist 啊，那怎么去解它？就是刚刚的数学公式嘛，解不出 x1 跟 x2 出来，嘿，所以就告诉我说它不会在里头吼。那这个就前面讲过说，它是有它两个 column 所编制出来的，嘿，好。那利用 Gram-Schmidt 的手工 process， 注意，因为我要把它投影到 CSPA 里面来嘛。那 CSPA 现在是谁编制出来的？是由这两个向量编制出来的，所以要把它正交化。这个例子当中我在造的时候就很简单，这个就不再做，就这个第一个保留，那第二个竟然变那么简单，嘿，这个我有算过，没问题，嘿，你们如果有兴趣自己再算一遍。好，我就把它正交化，正交化有没有？那正交化完了以后，我就把它投影。把我的那一个 constant vector 投影到它里头去啊，那投影就是针对第一个向量投影跟第二个向量投影呢，再把它加起来。那到底我有没有算错？我应该是没有算错，这个打字都是我自己打，那到底有没有打错？这个应该是不会错了哈，应该不会错哈，因为这个中间在打的时候，这个我有特别把这个例子造的比较简单哈，因为你们现在我要给你们很强的一个几何观念，因为量子空间所有东西都是跟这个空间结构有关，你纯粹用代数在那边算的话，这个是可以的，没有空间的感觉哈，这个非常的，我觉得不 OK 的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样，嘿，我就把它算出来了哈 ，B0 算出来了，这是我的 B0， 就投影到那个平面上面了，有没有？好，我再求它的解，然后呢，这个解，那这个解如果解出来是无解，那什么意思？你的 B0 一定算错了，因为 B0 现在已经在哪里了？在 CSPA 里头了。好，那结果就把这个式重新整理一遍，有没有？还不错哦，这个你看，这个就变成多余的嘛，两个多余就把它干掉一个，有没有？那这个很trivial的带回去，所以就这个结果就得到这个结果出来，嘿，所以我们 OK 啦，这是我们最佳化的一个结果，这样，嘿，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吼。好，那又有另外一个就是代数解法，那这个代数也要证明这个式子跟刚刚是等价的，因为一般我在教线性代数的时候会花时间去证明这一段，吼，就说也要了解一回事，有一个叫 normal equation。normal equation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多人都很喜欢用这个 normal， 嘿，那我有看过一本书有去解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wiki 上面就解释它为什么叫 normal equation， 我后来写讲义的时候时间不够，就没有再去分析它，它会解释一个 normal 的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式子它无解嘛，可是刚刚我要求它的解法，用几何观念是很容易了解，但是太啰嗦了。他们竟然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解啊！这个式子它叫 normal equation， 它叫 normal equation， 所以这个它叫 normal equation， 嘿，这个式子它叫 normal equation， 这样，嘿，那这些数学家他们发明的东西，嘿，那 normal equation 的话，各位就可以看到它一定有解，一定有。那为什么一定有解？这个当然有它的一个数学事实的结构，解出来就是我们刚刚的答案。那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说我刚刚讲过说，我现在不要再花时间在这边解释，就是说。我教你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很重要，几何观念要有没有？
那然后呢就有这个代数出来这样。那很多课本就是直接从这一个代数这边来看啊，那同学就硬背的哈。那还有几本课本它会解释说这个如何代数这一个的公式跟几何的关联性哈。那我记得我在讲课的时候我有讲，但是要花不少时间这样哈，就今天就不在这边再做一个仔细说明，只是告诉各位，我最大的目的是要教会各位的空间结构的观念。好，所以这样带进去，竟然解出来后面你看这个式子得到我们的 normal equation 长成这个样子，它变成2乘2，有没有？竟然就有解，有没有看到？而且变成唯一解，有没有？变成唯一解，有没有看到 ？unique solution， 唯一解有没有看到？哇，这个好漂亮哈，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学结果，这样好，那我们这边呢就先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做说明，这样子哈。所以讲了大半天，还是那2、3件事。第一个就先把几何观念把它弄清楚，空间结构弄清楚。第二个，中间表现的数学符号一定要很精准，因为我的课已经把它精准到这一边。那很多我都讲一些概念给各位听哦。我在教的时候我就很重视一个几何跟代数要整合啊，因为线性代数虽然是线性代数，可是里面讲的是空间、向量空间的空间结构、空间的映射、空间里面的向量计算，种种了没有？所以没有几何观念的话，你读起来会没办法掌控这样。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